我花100亿举办世上最奢华的求婚典礼，贝索斯亡我之心不死。到底什么情况？淘宝那边从几个月前就偷偷开始挖咱们快递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，这些人一走，连带着基层快递员们一夜之间全部叛变了。一夜之间全叛变了，没有任何预兆。三金简直就不是人，他先是用落户指标、奖金、车房等福利诱惑那些中层管理，而且还不让他们马上离职，一边给他们发工资，一边让他们在原来岗位上继续干活，暗地里煽动快递员们跳槽。最可恶的是，他们还商量好就在同一天直接全员离职，留下了一个空壳公司给咱们。王八，去叫法务过来，这是非法离职，我要让他们全部负法律责任。没用的，那些快递员签的是第三方合同，不是正式的劳务合同。理论上讲，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合法的拍屁股走人，不用负半点责任。那中层管理呢？他们总有劳务合同吧？确实有，不过他们的违约金全部由顺丰支付了，而且就算打官司，对方铁了心跟咱们耍赖皮的话，拖个3-5年都有可能。那个时候就算赢了也没用了。贝索斯傻眼了，在国外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下三滥的招数。三金太阴险了，仗着在本土有优势，居然直接用抢的。三金确实可恶，可关键是我们还拿他没办法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想出解决物流问题的办法。我接下来的下沉市场打法需要强大的物流做支撑。我们重新挖人回来如何？三金肯定会防着我们这一手，而且我们的钱也不多了。的确，现在我们没有5省商盟和基金会做金主，咱们跟三金凭什么都不能拼钱？这事先不管了，抓紧时间重新招聘，把人手补回来。我仔细调研过中小型卖家，尤其是那种卖山寨货、杂牌和便宜货的卖家，体量非常庞大，但是淘宝碍于面子，不愿意给这些卖家流量，主页推送的全是高质量的商品。大家有一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这就是三金没有考虑到的地方，也是咱们乐淘突围的关键点。如果我是三金的话，肯定会在这个时候想办法对乐淘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可惜呀，他没看到这一步。几天后，三金带着公子苑来到了马夫的一片高档海滩。老婆，你真漂亮。讨厌，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种话。这次来马夫，我学了好几段女团舞，还有 cosplay 服，我也买了很多。你有眼福了。三金没有回应公子苑，表情变得温柔起来。老婆，怎么了？上一世我没能拥有你，抱憾终身。这一世相遇，我想牵着你的手，白头到老。假如还有来生，我也会找到你，继续与你共度下一世、下下一世，永生永世，不离不弃。说完，三金紧紧抱住了公子苑。下一刻，一座华丽的舞台缓缓从下方升起。老公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老婆，其实我骗了你，这次的马夫之行是我精心为你安排的。这几年都是你在讨我的欢心，照顾我的情绪，缓解我的压力。今天就允许我让你开心开心吧。只见以2人为中心，一排排的烟花点燃升空，整座海港夜空瞬间被绚烂无比的烟花笼罩起来。几分钟后，数十架直升机携带投影飞了过来，中间的区域慢慢显现出三金和公子苑的画面。那是我们毕业之后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那时公子苑还在证券公司工作，被王太的老婆刁难，三金及时出手救了他。这是我们在王太弟弟的餐厅第一次约会吃饭。老公，你看，是我们第一次炒股、炒期货的画面。最后，三金从天堂岛归来，2人修成正果，一幕又一幕。虽然2人只在一起经历了5年，却仿佛已经度过了一辈子。一场烟花观影秀，看得公子苑泪流不止。这是用烟花做了一场电影啊，好震撼！当然震撼了。你知道这一场烟花秀多少钱吗？怎么着也得1-2亿吧？70亿！70亿，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！这是为你设计的独一无二的烟花秀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喜欢，我太喜欢了。别急着哭嘛，后面还有惊喜。下一刻，四面八方传来了巨大的响声，无数豪车打着灯光朝舞台中央驶来，最差的一辆都是兰博基尼。2束灯光从天而下，将三金2人笼罩。老婆，这枚是古兰西帝国格蕾斯王妃的婚戒。老公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此刻公子苑终于意识到三金要做什么了。子苑，你是我最爱的人，别的女孩有的东西，我希望你也能拥有，并且是最好的，因为你值得世间最美好的东西。今天这场求婚典礼是我迟到3年才补上的，我想就像现在这样一直爱你，直到天荒地老，直到海枯石烂。你愿意嫁给我，让我来照顾你一生一世吗？巨大的惊喜让公子苑失去表达能力，他扶起三金，深情地吻了上去。时间定格在了520这天。另外一边，冷风也单膝跪地，再次向龙小云求婚。人家的求婚典礼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嘿嘿，这叫借花献佛。这场求婚典礼起码花费了上百亿，我就问你，这种场景是不是该利用一下？的确，这座岛上随便一个角落都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适合求婚。老婆，我带了几套特别的制服，你能不能穿给我看啊？老不正经是吧？有老婆睡就不错了，要穿你自己穿。第2天，三金一直到了中午，依旧没有起来的意思。老板，你和龚总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您也注意点节制，我能保护您不被敌人弄死，可防不住老板娘把你给弄死啊！节制个屁，老子年轻力壮，爱咋咋地。
boss 没打扰你休假吧？知道打扰了，还不有话快说。真让 boss 你说中了。从昨天开始到现在，咱们平台上的不少普通卖家都和乐淘私下联系了。我觉得这是得跟您汇报一下。虽然卖山寨货的卖家不少，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卖家做的是自产品牌。这部分卖家如果流失了，咱们损失也不小。具体讲讲。乐淘那边很鸡贼，他们跟中小型卖家说，只要同意去他们那边开店，他们技术员会全程帮忙搞定店铺，甚至连商品的页面都是直接抓取咱们淘宝这边的信息，自动在乐淘那边上架统一的商品。也就是说，卖家基本上不需要做任何实际操作，只要点头就拥有了一个和自己在淘宝网店一模一样的乐淘网店。贝索斯不愧是电商第一人啊，这么干几乎不需要卖家付出任何的成本和精力，就能拥有一家乐淘网店，一下子就抓住了卖家的懒惰心理。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，的确会让一部分非假货卖家流失过去，这一点在我的除根计划之外。对了，贝索斯那边还承诺给优先开店的人推荐位资源。乐淘没流量，推荐位资源没有任何价值，除非他花钱买流量。贝索斯的确是这么做的，他放弃了宣传乐淘，直接在其他网站买流量。平台补贴呢？这块是重点，这个就比较狠了。除了开店补贴外，乐淘还给店主销售额10%的钱作为平台补贴。10%，这不仅仅是要吸引淘宝的卖家去乐淘，还是引诱卖家把淘宝的用户引导去乐淘成交啊！几十年的电商第一人，果然没那么好对付。三金甚至觉得贝索斯比基金会的主神还要难缠。我明天回国，叫上阿里的高管开会。贝索斯，你还真是亡我之心不死，老子好好的休假都被你搞没了。这次如果再不把你搞死，简直天理不容。乐淘那边开的条件太好了，哪怕卖不了几件货也是稳赚不赔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贝索斯这货明显是梭哈了，如果被他抓住机会，很可能乐淘会被他盘活。现在咱们是有劲没地方使，只能眼巴巴的看着，太憋屈了。你们是不是还觉得咱们这边是大优势？就算除根计划不成功，也是电商龙头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我告诉你们，猎人和猎物的角色调换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一句话让所有人全都打了个冷战。想靠电商法弄死乐淘，就必须把乐淘逼到只剩下卖山寨货这一条路，否则除根计划就只是我们自己的妄想罢了。可是我们这个体户卖家足足有上百万，根本没办法控制，更没办法交流和沟通啊！不如我们跟乐淘打价格战，他们不是10%的销售补贴吗？那咱们就15%，不行就20%。这样做没意义，给高补贴也只是让卖家不挖现有的淘宝用户，但是不能阻止他们跑去乐淘开店。如果是像外卖大战那样，大家一起比烧钱换用户，那多少钱我都愿意跟。我认为现在的破局之法，必须把竞争的焦点从卖家拉回到用户身上。Boss， 您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我们要让卖家意识到淘宝才是真正赚钱的平台。乐淘就算给再多的优惠条件也没卵用，逼着他们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经营淘宝店上。至于乐淘那边，就算是开店了，最后他们也会冷落、搁置，跟没开一个样。这个思路绝了 ，Boss， 您一定有具体的办法了吧？从今天开始，咱们要全网投放广告，收割流量，不是投放咱们网站的广告，而是直接垂直到商品页面。这批广告不推大品牌的商品，只推销卖家的，比如在咱们的导航网站、TT 主页等地方直接做个贴片广告，上面就只是商品，用户点进去就进入了产品的详细页面。用这个办法来增加小卖家的成交量，让中小型卖家实打实的赚到大钱。这就是上一世诸多电商用烂了的 C2C 模式，尤其是引进大数据之后，效果出奇的好。您刚刚提到了贴片广告，我想知道这玩意是怎么分配的。咱们可以直接利用 TT、淘宝等各种工具去搜集买家的大数据，包括并不限于他们的聊天记录、搜索习惯、年龄、地理位置等等，利用这些大数据去分析和推算他们感兴趣的产品，直接进行精准推送。可是这是不是侵犯买家的隐私了？首先，现行的法律下并没有任何对大数据搜集的侵权管理条例，我们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也加入了用户协议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算侵权。其次，普通人所谓的隐私根本1毛钱也不值。